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瑞娜的美股频道。那么今天要聊的呢是 Meta 在25年9月的最新重磅发布，代号为 Hypernova 的 AI 智能眼镜，也就是正式命名的 Meta Ray-Ban Display Celeste。我会从 Meta 公司的简介，还有基本面利好、财报分析，以及它的技术面、长短线的操作建议，到最后的风险提示，全方位的拆解给大家。如果你也是爱好美股的小伙伴，那么欢迎一起来到我们的分析群玩耍。9月17日呢 ，Meta 举办了年度的开发者大会 Meta Connect 2025。扎克呢是亲自上台，重点介绍了 Celeste 眼镜。这不仅仅是一款炫酷的 AR 眼镜，更可能是 Meta 在 AI 与穿戴式计算平台的关键一步。很多分析师认为，这可能是继智能手机之后的新一代计算平台。为什么它可能会成为 Meta 股价的下一个超级催化剂呢？我们还是先去解析一下这款颠覆性的产品。这款眼镜的几个核心亮点是：第一，内置单眼抬头显示器 HUD， 可以显示导航、字幕，甚至是 AI 实时生成的内容。第二个呢是它的 Narrow Link Band， 神经手势腕台，可以通过肌电信号识别你的手部动作，实现无控触的操作。第三个是它的深度整合了 Meta AI， 响应速度小于1秒，能够及时识别餐厅、翻译语言以及推送评价。目前给出的官方续航是8小时，防水等级是 IPX4， 重量呢仅70克。有一说一，这种便携式设备，对吧？它肯定的第一要求就是你能够达到长时间的佩戴，然后它的续航还有它的重量，我觉得是非常符合我们人体设计的。当然，最让市场惊讶的是它的定价只有799美元，这远低于之前分析师估计的800到1400美元的区间。这个价格一出来，直接秒杀了苹果 Vision Pro 3499的美元定位，对吧？几乎是价格杀手。产品呢将于9月30日在美国限量发售，初期通过 LensCrafters 等实体店体验式销售，确保用户佩戴合适。到时候有机会去体验的小伙伴呢，可以来一波反馈。发布会呢 ，Meta 的股价在盘后小幅上涨了 0.24%， 虽然幅度不大，但是要根据历史数据显示，过去 Meta Connect 股价1周后都会平均涨幅达到 5% 和 6%。其实之前有人分析过，说 Meta 是最容易赚钱的美股，所以我们再拉远一点，我们来看一下 Meta 的基本面。Meta 的前身呢是 Facebook， 成立于2004年，如今呢旗下有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Messenger 等4大核心应用。到今天呢 Meta 的日活跃用户超过 34.8 亿，月活跃用户超过40亿，这几乎覆盖了全球一半的互联网用户。总部呢是位于加州的门罗帕克，员工有 7.2 万人，市值呢约2万亿美元，也是大家熟知的科技七巨头之一。Meta 的业务分为2大块，第一个是 Family of Apps， 也就是 FOA， 第二个是 Reality Labs， 也就是 RL。目前 FOA 就是它的赚钱主力，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Facebook、Instagram 这些社交软件，主要是靠广告变现。想象一下，你去刷 ins 的时候看到那些精准广告，都是 Meta 的金矿。尤其是今年25年 FOA 的广告算法已经深度融入 AI， 提升点击率 15% 以上。自21年公司更名为 Meta 以来，已经砸了500多亿美元进去，虽然短期亏损，但这却是战略高地。现在呢 Celeste 眼镜就是 RL 的巅峰作品，与 Ray-Ban 和 Oakley 合作，融合了时尚与科技。2025年呢，公司的资本支出预计高达660亿到720亿美元，主要是投向 AI 的数据中心和 AR 供应链。它的供应链也非常强大，包括高通的 Snapdragon AI 芯片、歌尔声学的组装以及康宁的 Gorilla Glass。当然，它的供应商还是蛮多的，我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应的供应商美股名单。如果大众对这个市场买单的话，那么它这个股价的外溢也会延伸到相关的高潜力股以及题材延伸股。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加我们的交流群自取。其实扎克的长期愿景就是让 AR 眼镜成为下一代的计算平台，就像智能手机取代小灵通一样。目前的用户反馈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从推特上来看， Meta Celeste 互动超过了50万， YouTube 视频呢播放也超过了1000万。
积极的声音有说这是 Google Glass 的杀手，时尚设计，生态整合牛，但是也有担忧，电池续航只有8小时，隐私风险高，价格$799还有点贵。也有人吐槽说重了点儿，带久了热，但是总体的反馈还是非常积极的。咱们来拆解一下 Meta 的这波利好消息。第一呢，它证明了 AI 的生态扩张 ，Meta AI 已经全面覆盖到 Instagram、WhatsApp 等这些核心平台。接下来预计26年会超过1000个第三方 App 接入。想象一下，不只是社交，还会有健身、游戏、导航等，全部都能玩。第二呢，就是广告业务。现在广告收入还是 Meta 的大头，占比高达98%。有了 AI 的算法优化，广告投入产出比也提升了25%。Reels 的观看时长呢，还增加了15%。这对于广告主来说，就是钱花的更值了。第三个就是供应链。高通芯片呢占了眼镜成本大约30%，而且生产链条已经跟上来了。25年出货量预计要增加50%，这说明 Meta 不只能秀肌肉，还真的具有规模化量产的能力。第四个就是结合目前的宏观环境，美联储呢刚刚降息，科技股的估值压力缓解，历史也能够说明问题。比如每次 Meta Connect 发布会之后，股价一周会上涨5%到6%。第5点呢，就是它的长期愿景了。扎克已经透露出27年会推出下一代 Orion AI 眼镜，目标是把眼镜做成脸部计算机。分析师也一致给出了强烈买入的评级。而且翻看历史案例，过去 Meta 在发布 Llama 的模型时，股价一周内涨了5.2%。24年 XR 产品亮相，股价单日就拉升了7.8%。现在 Celeste 眼镜预计出货也是好几百万副，整个 AI 市场规模会从50亿飙升到1000亿，而 Meta 有望拿下73%的份额。综合这些利好，25年的 Meta 营收可能会突破2000亿美元 ，EPS 增长幅度能够达到30%。那么说完基本面呢，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它的财报。Meta 25年的 Q2 财报也非常猛，7月底刚发，营收475亿美元，同比增长22%，比市场预期的448亿高了一大截。净利润呢是204亿，利润率高达43%，EPS 是7.14美元，同比增长38%，也比预计的这个5.92强太多了。财报一出呢，股价直接当天飙升了12%，创了今年的新高。那么细分一下呢 ，FOA 的业务营收是465亿，同比增长23%，DAU 已经达到了34.8亿，广告还是绝对的大头，占比97%。RL 的业务营收呢，虽然只有10亿，亏了42亿美元，不过重点还是我们这个 Celeste， 预计 Q4 的出货就有100万副，现金流也非常强，这季度呢是150亿，账上的现金储备有700亿，而且还分红0.5美元每股，加上回购的500亿，股东回馈拉满。环比看，营收比 Q1 呢增长了8%，EPS 更是大涨了22%。分地区的话，那么北美还是大头，占比有45%，亚太呢，但是表现也很亮眼，同比增长25%。那么管理层给的指引也很硬 ，Q3 的营收预计在480到500亿之间 ，EPS 指引 Q3 可能会达到26.7，很明显 Meta 的 AI 投资开始见效了，所以它更大的空间其实还是在 AR。Q4 呢，仅这一块就可能会带来超过50亿美元的新增收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技术面，截止9月21日 ，Meta 的股价呢是778.38美元，小跌0.24%，但是站上了所有均线。成交量也增加了15%。如果你是短线投资者呢，可以在720到750美元的这个区间买入，然后止损呢建议设在690美元，短期目标价呢在860美元左右。如果你是长线投资者的话，那么建议每当 Meta 股价回调10%的时候，可以买入30%的仓位，因为最极端的情况就是今年年初的剧本回调30%。按10%的加仓节奏的话，哪怕极端回调，那么你的仓位将来到90%。其实自从 Meta 走出这个元宇宙泥潭后，21年那个情景也不会再次发生。长期目标呢，我们看1000美元。当然，利好再多，那么风险我们也是要看清的，包括监管这一块，欧盟的 DMA 可能让营收减少5%，FTC 呢也一直盯着反垄断。
还有就是 AI 的投资本身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资本的开支太高，但没有产出，利润也可能会被拖累。竞争上呢 ，TikTok 还在抢广告份额， Apple、Google 也想在 AR 上分羹。宏观方面，如果真的出现经济衰退，那广告收入呢也要砍个折扣。再加上技术挑战，比如电池续航、隐私保护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去拖累发展。所以仓位大家不要轻易梭哈，止损要设，最好还是分散去投资。但是跟竞争对手相比，这个 Meta 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比如 Apple 的 Vision Pro 售价$3499，重量600克，虽然全息体验很酷，但是又贵又重。Google 的 Project Astra 还没有 HUD， 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相比之下 ，Meta 的产品线覆盖广，性价比高。未来已到，但是只属于那些提前布局的人。如果你认为 AI 将改变世界的话，那么 Meta 就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引擎。我也期待未来 Meta 能给出更好的财报答卷，同时股价早日破$1000，让我们这些股东多吃点肉。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